近日，美军再次爆出一则坏消息，那就是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之一 B-1B 集体被美国空军司令下令集体停飞，而且还是无限期停飞，机型维护。在对外说明中表示的是，这个机型的燃油系统出现了问题，增效燃油泵过滤器的壳体不符合标准，以至于发生了严重的燃油外泄的情况，所以才会全部停飞。虽然说停飞战机就算是无期限的，也并不是什么好大的事儿，总归是能够启动的。但是停飞一种战机代表的态度可不一样，因为一旦战机因为某些问题而导致整个机型全部停飞，那代表着这种机型已经全部到了即将报废的境地。众所周知，战略轰炸机和战斗机可不一样，战斗机飞机灵活，是夺取制空权的重要利器，能够完成多重任务，但是战斗机的航程一般都只在2000到4000公里左右，这也致使了战斗机无法执行远程作战任务。相反，轰炸机就不一样了，拥有至少能飞到1万公里以上，作战半径更是能够至少达到5000到6000公里，比战斗机的800到1500公里要多得多。所以一般来说，轰炸机是远程作战的利器，所以中国迟迟不露面的战略轰炸机轰20才一直备受期待，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国防科技水平以及远程作战的实力。所以这次美国的 B-1B 战略轰炸机对于美国来说可不就是坏消息吗？毕竟美国现在也就3种轰炸机 B-1B、B-52 以及 B-2， 其中 B-1B 以及 B-2 都是很老的战机了。虽然 B-2 确实十分先进，和现有的战斗机相比都底气十足，看着十分不足的样子，但其实在军队中的利用率也并不高，毕竟飞机都是有寿命的。而这次出事的 B-1B 也并不是第一次出事，早前在2月份的时候，一架被部署在挪威的 B-1B 战略轰炸机的发动机中吸入了一套平板电脑，所以且看在相隔大约2个月的时间中， B-1B 就出现了又是吸入平板电脑又是漏油的情况，可不是离报废不远了。而最近美国还在南海派出轰炸机来南海来回，其中意图不言而喻，那就是针对中国。所以现在美国轰炸机中一个全部停飞，一个离停飞也不会相隔很长时间的，所以仅只剩最后一种 B-52 了。但是 B-52 能够单独支撑美国的野心吗？怕是不见得能撑得下。最后，军事飞机停飞频频出事，最终的原因还是要归结于一个国家的实力。美国虽然实力强大，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，啃这些当年的老本，现在的实力根本不足以养着这么多的军机军舰，不然也不会时不时就出事了。其实按照现如今的情况，美国依然陷入另一种形式的老龄化社会。早在先进的战机老了，新生战机却很少，同时美国还没有资金能维护老战机，并且继续研制新生战机，以至于不得不走向一个恶性循环。所以再等几年，美军已然自顾不暇，到时候还能拿什么针对中国呢？美国著名学者曾说过，谁统治了世界岛，谁就能控制世界。短短的一句话，我们就足以看出制海权的重要性。自二战伊始，美国就已经开始重视海军建设，其海军的强盛也让其几乎相信自己的海军霸权地位是永恒不变的。但是随着一个东方大国海军的崛起，这一切开始发生了彻底转变。这个东方大国就是中国。近些年来，中国海军以下饺子般的神速，带来了中国海军战舰数量的突飞猛涨。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，到2030年，中国海军预计将拥有425艘战舰，届时将会让美国海军的规模相形见绌。而在中国海军的飞速发展中，中国航母的发展情况则更加引人关注。自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，中国2艘航母的高光时刻仍然让国民记忆犹新。此前中国海军公布的演训消息似乎也隐晦地表明，中国已经进入到双航母时代。尽管这2艘航母并未在公开水域一同亮相，但是一些演习时间以及地点上的巧合性，也让一众军迷朋友们表示，我国这2艘航母或许已经在一起进行了实战训练。不过更加令人惊喜的是，双航母只是中国破局的开始，这其中提到的局，指的就是美军意图从海上围堵中国的局。近些年来，美军一直试图利用岛链对中国实施封锁。从美军战略划分上来看，总共分为3大岛链。随着中国导弹射程以及精度的发展，美国的第1岛链已经逐渐失去效力。毫无疑问，接下来美国将会把重点放在以关岛为核心的第2岛链的建设上，而想突破这一岛链的封锁，前出太平洋，航母就显得必不可少。不过，仅仅只有2艘航母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知道，由于航母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服役的特殊性，且有1/3
1/3的时间是在船坞中度过的，这也必然导致航母服役的空窗期。因此，有人认为中国海军最少需要3艘航母，也即1艘战备、1艘执勤，还有1艘保养。但是也有人认为6艘航母才能够与中国如今的国力相匹配。一旦拥有6艘航母，我国海洋权益也就相当于有了双重保障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凭借着充足数量的航母，未来中国海军将有不同的战术选择。在面对美军挑衅时，我们也有更充足的底气。例如，当美军双航母过来挑衅时，我国也可以派出双航母与其进行海上对峙。当然，这样的日子并不会离我们太远。我国军事专家杜文龙指出，这个目标并不遥远。中国海军下饺子的速度已经向世界证明，中国实现南北同时建造航母的设想是完全可行的。到那个时候，中国海军将成为保卫祖国、抵制域外势力的中坚力量。目前，中美竞争已经到了几乎白热化的程度，而关于中美竞争谁将是最后的赢家的猜测，也顺势成为国际争论的热点。但是最近，美国却做了一件蠢事，让人直接反问：在这场竞争中，中国如何能不赢呢？在这之前，我们不得不提贯穿美国上下的美国优先观念，其核心就是凡是对美国有利的，美国才去做，反之美国将置之事外。这样的想法本无可厚非，但是错就错在美国过于偏执极端。一些时候，我们并不能准确界定利或无利。有一些事情或许在短期看来毫无益处，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大有裨益。美国或许败就败在这样的短视上。日前，印度社交媒体上大范围爆发了反美情绪。事件的起因是美国对于印度的休援视而不见。对此，美国给出的理由是，美国将把重点放在控制美国本土疫情上，优先选择给美国民众接种新冠肺炎疫苗。然而，美国为了表明此举的无可奈何，甚至还编造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称此举不单单符合美国本国民众的利益，更符合全球人民的共同利益。对于这样的借口，印度民众当然不会信。不少印度人直接表示，美国永远不会是好朋友。不过，最新消息显示，美国迫于这样的舆论压力，开始在印度疫情问题上有所转变。不过，这似乎并不能弥补一开始美国对印度造成的伤害。我们知道，对外美国一直宣称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，而所谓的4国联盟更是印证了这一关系的真实性。但是在印度有难时，美国第一反应却选择无视。毫无疑问，这必将对所谓的美印同盟关系造成重重的打击。值得指出的是，美国亲手葬送掉关键盟友，也再次成全中国。众所周知，为了应对中国的发展崛起，美国煞费苦心地组建4国同盟来围堵中国，而在4国同盟中，印度又成为了重中之重。在制海权重要性日益突出的当下，掌控着世界上海运最繁忙航道的印度自然也尤为重要。一旦美国拉拢了印度，在战时成功封锁关键的能源运输通道，届时中国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被动。就目前来看，美国倒是帮了中国一把，口口声声说了要围堵中国的美国，却在实际行动上亲手将关键棋子踢开。相比于美国一开始的见死不救，中国对待印度的做法真正体现了什么叫大国担当。在印度疫情危机之时，我国接连发出友善信号，表示愿意伸出援手，为印度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。试问，这样的中国如何能不赢呢？